我是黑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电绘工具之前呢，一定都会很希望自己可以挑选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好用的电绘工具，对吧？但是在这边必须要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物，都没有所谓的完美。所有的东西跟所有的产品，一定都会有它的优缺点。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需求，不管你是专业的绘画大手，还是你是刚开始学习电绘的新手小白，我们都必须根据自己当下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当下最适合我们的一个电绘工具。那我在之前呢也有分享过5个使用电绘板的错误观念哦，在上面这支影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但今天跟那支影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今天想要来和你分享为什么我会推荐某一些电绘新手使用电绘板的3大理由哦。在这支影片当中，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电绘板也有这3个很重要的优点。透过这些优点呢，你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即便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电绘工具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是电绘板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电绘产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到底是哪3个电绘板的优点值得让我们入手使用呢？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连结免费领取咯。首先第一个就是省钱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市面上呢有哪一些电绘工具哦，像是手机、绘图板、绘图萤幕、绘图平板、绘图笔电，这5种电绘工具里面来说的话，哪一个是最便宜的呢？基本上就是绘图板了。一个绘图板呢，便宜的话，我们可以在40-50块左右美金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得到了。也因为电绘板的价格比较低，相较于其他那些需要动辄上百、上千美元的工具来说呢，真的是实惠非常多。所以对于电绘新手或者是想要入门电绘的小白来说的话呢，使用电绘板一定是相对风险比较低，又或是几乎可以说没有风险的一个工具投资啊。所以对于一些如果说平常都是用手绘在画图的小可爱，现在想要入门电绘，又或是呢你从来没有碰过手绘，你想要直接从电绘就开始入门学习画图的小可爱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使用电绘板先开始学习哦。在透过电绘板开始学习画图，并且习惯了用电绘板画图的电绘的过程之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还想要再用更进阶更好的工具的话，你再考虑购买比较昂贵的工具，我觉得这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才不会让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花了大钱买了昂贵的工具回来，到最后却发现不适合你。所以一开始如果说你就使用电绘板的话呢，会是一个比较省钱、比较低风险的投资跟选择。第二个就是方便收纳，而且轻便携带哦。其实一般的电绘板来说的话呢，它本身没有办法直接做绘图的，它一定要连接桌垫或者是笔电，并且安装驱动程式，才有办法作为电绘使用。如果你自己本身是长期待在家里使用桌垫工作的人，我个人会建议可以购买 A4 或是比 A4 还要大尺寸的电绘板来做使用，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电绘板都是薄薄的一片，非常方便收纳。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呢长期是用笔电在做工作的话呢，那建议可以购买 A6 或是 A5 尺寸。其实这样子的电绘板呢也是薄薄一片，非常轻便携带。所以不管你是使用桌垫或是使用笔电的话，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一个需求来选择电绘板的尺寸。第3个就是你可以把绘图板当作是你使用绘图萤幕画图之前的一个锻炼工具。其实电绘板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但我个人觉得它同时也是优点的一点，就是它在画图的时候呢是手眼分离的，这是非常多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人他光是手绘啊，在画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很顺畅了，你现在要他用电绘板来画图，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看着画都已经很难画了，何况是手眼分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模式来做绘画，当然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说你手眼分离的状况都可以把它画好的话呢，那你再回来去用更加直觉的绘图萤幕画图的话，当然你会觉得更快上手，更容易上手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在使用绘图萤幕这一类的工具画图之前，你可以先练好用电绘板画图这种手眼分离的方式，都可以画得不错、画得好的话呢，那你当然回来再使用这种绘图
图萤幕比较直觉式的方式来做画图，一定会觉得更容易上手。但话说回来啊，不管是手眼分离还是手眼同步的绘画方式呢，其实画图的关键不在于手部跟眼睛哦，画图的关键在这边和你卖个关子。如果说你是对于电绘很有兴趣，或者是刚入门电绘的小可爱，想要把电绘学好，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欢迎点击影片底下的描述栏去领取免费的课程，在课程当中会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学习电绘的秘密跟方法。OK， 那在我们看完了这3个电绘板的优点之后呢，有没有觉得真的有一点想要购入一台电绘板呢？其实呢，过去电绘工具没有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多电绘萤幕的工具画图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然后还是用这个电绘板来做绘画的。那也有很多的大大呢，使用电绘板之后呢，真的就是回不去了。他就觉得电绘板对他来说已经是画习惯的工具，要他再升级购买电绘萤幕来画图，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了。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电绘板到现在还是这个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的原因之一哦。那所以如果你觉得电绘板对你来说好像蛮能够满足你目前的一个需求的话呢，那现在就可以考虑入手一台了。那相信影片看到这里，你一定还在思考自己到底要入手什么样的工具，对吧？在这边我还是要来和你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呢，工具永远是其次。真正的重要关键是在于你的绘画能力。你去思考一个点就好了。在过去没有电脑的时代呢，用传统媒材画出惊为天人的作品还是大有人在的。而现在科技发达的时代，还是有很多的人可以画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这两者之间的共通点是什么呢？绝对不会是绘画工具，对吧？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我们的绘画能力。所以不管我们的工具为何，能够让我们把图画好的关键，永远是在于你的绘画能力。之所以会分享这样的观念呢，是因为我发现有非常多的小可爱啊，在选择工具上就纠结个老半天了，有些人甚至纠结好几个月、半年、1年之类的时间哦。那其实你回来想想看，如果说你现在就可以挑选一个适合你的工具，然后马上来学习电绘，是不是半年、1年之后，你早就已经可以画出不错的作品了呢？你看，他下笔都有神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提醒你，在学习电绘上面呢，工具真的是其次，最关键的重点呢，还是我们的绘画能力。所以先挑选适合我们现阶段的工具来练就我们的能力之后呢，我们再来考虑如何挑选更好的工具。OK， 那如果说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真的对你有些帮助，而你身边有一些喜欢画图的小可爱，也需要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呢，也欢迎分享给他们吧。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真的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也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